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叫做“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这是一句近思语哈。有一本书呢，叫做《相信魔法：迷信心理学》啊，这本书的书名啊。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维斯啊，他把迷信的心理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啊，迷信的根源呢，是对许多事情缺乏控制感。迷信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当某种重要的事情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是很确定的时候，迷信就被用来填补这个缺口，目的是要让人们感觉呢更有信心。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现在很多人呢面对生活的不确定啊，尤其是新冠疫情造成人生的变数增多了，整个世界的变数增加很多，很多人因此彷徨失措，情绪低落，甚至于迷信的花样呢，也多到令人傻眼了。有些专业运动员迷信幸运的袜子啊，我们有时候看电视都有讲嘛啊，这个运动员喜欢穿这种袜子那个运动员喜欢穿什么色的衣服有人身上呢带个护身符要来辟邪，有人店面入冲就在门口呢装一个八卦有人喜欢呢大烧金子希望能够保平安发大财。那有人的家里呢刻意去养一条金龙鱼听说这种鱼呢可以改风水等等，罄竹难书迷信的花样太多了，包罗万象迷信对不同的人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呢，女性通常是比较迷信的那些心中充满的焦虑、抑郁，或者常常感觉自己不知所措的人呢，或是认为自己无法掌控命运的人，都会比较容易迷信。还有一种情形是明明自己是意志坚定的人一旦碰到事情的风险很高，而自己在主观上也无法有效的去掌控，这个时候呢，再怎么意志坚定，也会屈服于迷信。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有看到这样的人所以无人不是法都可以让我们学习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年轻人的爸爸往生了，他去求助于佛陀，佛陀跟他说你的父亲都已经过世了你哭得再伤心也不能使你的父亲活起来。那年轻人说，我知道我哭得再伤心也不能让我父亲活过来，可是我来是要请求佛陀看可不可以为我父亲做一些仪式，让我父亲能够上天堂。佛陀你这么慈悲又有智慧，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因为那些资历尚浅的巫师道士都可以为死去的人举行一些仪式然后让这些死后的人呢可以上天堂然后可以为这些死去的人呢办一些仪式为他打开天堂之路的意思了那佛陀的能力胜过他们何止千万倍呢所以佛陀只要你答应，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进入天堂的佛陀就回答他，好吧，你去市场买2个陶壶来，陶壶了陶做的那个壶一只装满奶油，一只装满石头，把2只壶口都把它封住，装好又把它封住，然后把它丢到池子里面去。很快的，2只陶壶呢
都沉到池底去了。这个时候呢，佛陀跟他说：“来，年轻人，去找一粒大石头来，去池子里面把这两只虎呢都把它敲破。”年轻人很高兴，哇，佛陀正在帮我爸爸进行一场从来没有看过的庄严仪式哦，要把人超度到天堂去的哦。很快就赶快找一个大石头，把水底两只那个桃虎呢都把它敲破。敲破之后呢，一只湖中的奶油呢浮出水面了，一只湖中的石头呢散开，沉到水底，沉到池底去了。佛陀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他说：“来，现在请你去城里把最好的巫师道士请来，请他们举行任何他们喜欢的仪式，让水面的奶油沉下去，让池底的石头呢浮上来。”这个年轻人呢就跟佛陀讲说：“佛陀，这怎么可能呢？石头比水重，只会下沉啊！奶水是比水轻，只会浮起啊！这是自然的法则啊！”还跟佛陀讲，结果佛陀就讲了：“很好，既然你对自然法则有了解，你也应该体验因缘果报及生死轮回的自然法则。你的父亲生前如果所做的善事很多，当然就会很轻安，像奶油一样浮起来，升入天堂啊。你的父亲如果生前做了很多的恶事，就会重如石头，沉入地狱啊。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奶油浮上来，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石头呢沉下去，这是自然法则，必须深信不疑啊。你不信而去找巫医道士呢，那就是什么？迷信，那就是找错对象，跑错方向了。所以要迷信不如不信。这个迷信的迷还有一个迷字啊，迷信还有一个迷字啊。那不信呢是没有，至少没有迷嘛，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嘛。不过没有信也不好，因为没有正信的宗教而不信因果，那这个也很严重啊。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啊。为什么？会认为没有天堂啊，好事可以好事呢不必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上天堂啊。坏事呢可以多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下地狱啊。那这样的话，因果就错乱了，世界大乱了现在新冠疫情搞得世界大乱了，就是因果错乱了。乱在哪里啊？有大乱的果，必有大乱的因。什么因？全球每1秒钟有2556只的动物被宰杀，2556只啊！每天全球就杀了2亿2千万只啊！累积起来，每年有808亿的动物被人类宰杀，这个还没有包括水里面的鱼哦。这个就是世界大乱之因呐！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那果还是会继续乱不完的。此乱结束，彼乱又来相信的人不造恶因，就比较不会被乱到。那不信的人呢，恶因不断就等着继续被这些幽灵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关键就在这样子的因果循环的自然法则，你信不信？一只在树上的鸟，它不会害怕树枝断裂。我们爬上去，我们会怕，你踩在那个比较细的树枝上面，踩上去你会怕它断掉而摔下来啊。但是一只站在树上的鸟，树枝上面的鸟，即使这个树枝是很细的，它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相信自己的翅膀，叫做自信。
相信水有浮力，只要放松身体，自然就上浮嘛。会游泳的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你都不要动啊，躺在水里面它就浮起来啊。害怕而信不过浮力，手忙脚乱，越是下沉啊。同样的重量，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就好办了，没有信心就很难办了啊。所以佛家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讲这句话，信心虽然很重要，但佛家是把信心再加强力道，不是讲相信而已，是强调深信、正信、自信，智慧的信仰的自信的，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这两句话要接在一起不能只讲一半啊。佛教徒有很多种，有信佛的，有拜佛的，求佛的，念佛的，学佛的等等，甚至有些是佛道不分啊，也说自己是拜观音啊，是拜佛的，也是拜佛的，佛道不分啊。有些则是什么民间信仰，是拜神的。那末法时期呢？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各种信仰的百家齐鸣啊，显易惑众，哗众取宠，夜叉邪魔，甚至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多。我们如果稍一不慎，没有谨慎选择的意思了，就很可能会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不正之见日积月累，时间久了牢不可破。这时候呢，要再来导正它就比较困难了。这个就跟现在我们要导正一些人的观念一样，很困难。即使他已经是佛教徒了，他还是有一些观念上不是很正知正见的。那你要导正他也不容易哦，他是佛教徒也不容易哦，因为他那种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了。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也有时候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啊，就好像什么知深之人有时也会有知浅之时啊，也好像是什么根气锐利之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人有失言马有乱蹄道理就是这样嘛。我们学佛。我们是学佛，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不是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这样子这不止好人在求佛坏人也在求佛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放2粒苹果就要这个佛或这尊神保佑他们全家平安事业赚大钱子孙考试要考第1名诸位同学，你如果是那一尊佛或那一尊神，那2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那2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哪有这种如意算盘的呢？那坏人求佛做什么？请这尊佛或这尊神保佑他们。明天一伙人要去抢银行抢的时候希望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如果连这种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跟前面讲的一样因果错乱，天下大乱不是这样子所以学佛不是求佛或者求菩萨，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是念给自己心中的自信佛听，给自己心中的主人翁听。求佛不如求自己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刚刚讲嘛，投入当志工就是做菩萨啦，去帮助别人对，求佛不如求自己，往内自求，求自信三宝，这样才是正信正念正知正见。证严上人曾经开示信根不深，道心难坚。诸法不明
仗道爱法，意思就是这样子的。这也是学习佛法所需秉持的精神。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的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子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念破喉咙也枉然啊。称名不细念嘛，我们好像有分享过，嘴巴一直称着这个佛号，但是这个佛没有跟心系在一起啊，称名不细念的，念的也是白念的。一位环保老菩萨呢，很喜欢呢烧金纸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其实这是一对老菩萨夫妻一起的啊，他们很投入做环保志工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但是心地的环保还做得不是非常好，因为迷信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上人跟他说，你要把买金纸的钱啊拿去布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才是最大的功德。你把钱拿去买金纸，烧一烧污染空气，这样不对。如果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纸的自己烧就好了，干嘛把金纸卖给我们呢？对不对？这样一想就知道很颠倒啊，我们哈。这是上人一语道破人性的无明啊。佛教徒我都还是这样子做，所以佛教徒很多，但是正信的佛教徒不多。正信的佛教徒看起来也很多，但是要以行动去破迷，实践在生活中，这个就不多。所以很多值得学习的啊。有疑心呢，就不会对人不放心了。对人不放心，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以前我们有拿这个当那个讲座会的主题那个读书会的主题嘛。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对自己所修的法产生疑惑，没有信心。对法有疑惑了，怎么可能会升起信心呢？不可能。佛陀甚至认为对正法不信，有可能会恶化，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这个比起不信都严重多了。所以当年舍利弗三请佛陀开讲《法华经》，佛陀连三次说止，为什么不讲？就是担心开讲这一部大法，担心有人疑惑不相信而造成谤法。因为舍利弗他们都认为我们已经修得很好了，有智慧第一，有说法第一，大家都修得很好了。你现在佛陀又讲说还有一部法更好的他们不相信，所以有疑惑。佛陀很担心，你们如果疑惑不相信，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怎么样？谤法。果然呢，一开讲5000人离席了。不听了，不相信，这段过程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嘛。那佛法3藏12部经，追根究底就是讲一个字而已，叫做心。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这一念心呢在作怪了。心中有佛，开门关门都见佛啊；心中有鬼，开门关门都见鬼。同理，心中有佛，则花开花落都见佛。所以鬼门开不是7月啦，不是只有7月鬼门开了。你如果心中有鬼了，不是7月，也不是每月，每天都分分秒秒都鬼门开。所以心存正念，则每天都是好日子；心存恶念则每天都是坏日子。正信佛法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存乎一心。这一心就是正信正念的心。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也是有啊。同理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就有啊。
不是死鬼啊，叫做活鬼。什么叫做活鬼？酒鬼啊，赌鬼啊，烟鬼啊，色鬼，小气鬼，吝啬鬼，爱哭鬼，贪吃鬼，还有什么恶鬼？这些都是活鬼，活生生的鬼。所以鬼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鬼是死去的人啊，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啊。更何况呢，鬼也有什么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什么善神恶神啊？人也有好人坏人啊，对。死人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因为活人才会作怪，死人不会作怪。如果你感觉哇死人在作怪，那其实是你这个活着的人呢，自己的心在作怪，叫做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啊。尤其自己的亲人往生啊，他要保佑自己的家人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吓自己的亲人，或害自己的亲人呢？不可能的。我自己的父母都已经往生了，他们都是做慈济医学院的大体老师啦，所以一切从简。我爸爸生前就已经跟我们讲了，他往生之后的后事怎么处理啊？不发讣文，不做公祭，不收白包，没有助念，不设灵位。其实也没办法助念，因为那个要捐大体的人一往生马上换衣服。衣服换好，马上就运到花莲的慈济大学医学院去了，没有时间说啊，我要助念多久？助念8小时，不可能，马上就要到那个慈济医学院去了，所以没有助念。其实我爸爸也是有助念，我们自己念的啊，他快要断气之前，我们自己助念，自己家人念的啊。那圣严法师在圆寂之前呢，也留下遗言哦，不发讣文。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塑像，不捡舍利子，这就是大觉者正信的遗教，也是身教啦。啊，我们用接地气的语言，庶民语言叫做“死得隆重，不如活得精彩”。圣严法师跟已经往生的一位台湾的艺人啊，大家都称他为戒烟大师啊，叫做孙越嘛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孙越一样，他们都是生前交代，死后呢不必瞻仰仪容啊。他们认为人死后的死相没有什么好瞻仰的，其实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对，其实死后的死相不会比活着的那种法相来得好看。证严上人现在比较少，以前我们在随师的时候啊，从台湾跑一圈的时候呢，这个点到那个点中间时间长的话，中间会休息，在休息站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准备东西给我们吃嘛，吃个点心嘛，大家都吃得很高兴的，上人就是没有吃。他不会是跟大家一起吃点心，没有，喝水也没有。因为什么？你再怎么吃的那个吃相，都不会比你没有吃来的好看。没有吃的相会比较好看呢，吃的相再怎么吃都不会好看呢，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上人是很重他个人的这种形象。那证严上人曾经对往生后的助念也有所开示。值得我们去用在日常生活里面。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的关键字就是做，化为行动，不是靠嘴巴啊。自己亲手做来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了，别人没有办法呢帮我们吃饭了。福田也是要靠自己耕啊，这个就是正信的道理了。丧事办完之后，也不必设灵位啊。我爸爸我没有帮他设灵位啊，灵魂都去投胎了，怎么会在灵位那边让你拜呢？老实讲了，能用这种正信正念来处理家人后事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你有这样的正信正念哦，我将来我要这样子做啊，不止对我，对我的家人，对你自己，那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后事啊。那家人有时候，即使你有正信正念，要付诸实行，也有一些困难呐。有些人学佛啦，有正信正念啦，但亲人往生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了主啊。甚至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后事，他都做不了主。为什么？因为还有叔叔伯伯长辈啊，只好让长辈用一般的民间信仰去处理啊。除非亡者自己生前把后事交代得很清楚，更何况生前有交代清楚啊，家属也不一定就照办哦。不是说你生前有交代，后面的人就会帮你这样子做啊。往生之后，很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就有这样子的例子啊，往生前有交代，往生后我要怎么处理，但是往生之后，家人或者他的弟子没有这样帮他处理，你怎么办？这没有办法了，对，往生后由不得自己的啊。所以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大体捐赠哦。做舍身菩萨可以说是非常有福报。这也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正信的佛法，我也可以去说服没有参加慈济的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也相信，还好，所以这是我爸爸妈妈的福报。民间信仰呢，大多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加上后代也没有因缘呢接触正信佛法，所以很多人呢是采取宁可信其有的处理方式去行事啊，造成根深蒂固的迷信很难去除。举个例子嘛，你想想看，民间习俗是往生后要做七旬啊，时间长达749天。现在很多人的家庭子子孙孙都散居在海外，甚至结婚生子就在海外了。做七旬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现在很少家人往生后做七旬的。这样的改变也是被迫去与时俱进，被迫去契合社会的脉动，叫做顺应时代潮流了。时代在变，我们观念也跟着在变，这样才能够与时俱进。好，今天晚上的读书会，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上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集呢，我们会告诉大家上人如何用正信的佛法来提醒我们，如果家里有人怀孕，那要在房间装冷气，这样会不会撞到胎神呢？我们下次再来好好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晚安，再见。